以前呢，美国人做事儿或多或少还有一点国际法的面纱，现在就是赤裸裸的强权啊，而这个强权呢，有点不符合人伦道德啊，上来就斩首嘛，就直接打掉对方的这个最高领导，这以后那个谈判的机会都没有了。这个我们中国人经历过春秋战国，对吧？那个其实呢，美国就把人类啊带回到春秋战国了。这个就周天子这个虚假的权威没了，现在是这个春秋争霸，战国争雄来了，就是或者换一个大家更熟悉的说法，就是回到强权政治了啊，就是强权即公理，这个而且呢，有点下三滥，这个搞偷袭呀，搞暗杀呀，而且他不以为耻，反以为乐。这个其实这种行为，别的国家不是说没有能力干的，他是不屑于干嘛，对不对？你江湖一流高手，你跟菜市场那个小混混一样，那怎么行呢？对不对？结果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还挺得意啊。实际上这个一个是对国际秩序破坏，然后对中东地区应该是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是吧？现在这个外溢效应已经出来了吧？伊朗因为被逼到了墙角，所以就开始反击，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啊，包括哈梅内伊在内，伊朗领导层呢，其实原来啊是一个比较中性的，他不是那么绝对反美的。有机会他愿意跟美国好，所以他们一直在谈判嘛。那美国恰恰利用了他这样一个心理吧，来设套打击他，是吧？就这边在谈判，而且他们在取得进展，但同时让他们放松警惕嘛，就打击他。那么现在伊朗因为受到了重创嘛，所以就要报复，所以现在开始全面反击。那么外溢效应已经出来了，伊朗革命卫队吧，是不是宣布封锁那个霍尔木兹海峡？那对世界那个能源市场影响很大的，对吧？世界油气大概20%是要经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尤其是我们亚洲这一块啊，就是东亚这一块，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啊，那个很多油啊都是要从这里来的，像日本90%的油是从那个中东过来的嘛。所以其实对世界经济影响挺大的，是吧？这是一个外溢效应。就3月1号，是不是布伦特原油从60块钱涨到了那个75，对不对？可能以后暂时延续它还要涨啊，所以这是一个效应，就是这个对石油市场的冲击。还有一个就是地区就乱了嘛，因为那个伊朗反制呢，一个是打以色列本土啊，一个就是打美国在中东的基地，而美国的基地主要是分布在中东一些国家。海湾那几个王爷国，还有像什么伊拉克啊、约旦呐，这些国家现在都受到了攻击。然后他们现在也都是站出来啊，表示抗议啊。那么另外，英国、法国、德国是不是表态啦？可能啊要帮海湾国家来防御啊伊朗的打击，就有可能军事介入嘛，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情况啊，美国、以色列，以某种阴谋手段打击了伊朗啊，从战术上讲，它是成功的，是吧？一次性把伊朗高官啊，包括最高领袖在内的高官40多个人打掉，战术上非常成功的啊。但是呢，后果不可预料啊。我们看到的这伊朗的报复已经把这个地区卷到战火里面去了，对吧？霍尔木兹海峡，中东有美国基地的国家，还有以色列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带来未来的不确定。现在我看美国、以色列在进行新的打击，昨天晚上德黑兰又遭到新一轮攻击啊，那么伊朗也在反击，我看特拉维夫昨天也是遭到了报复，那么下面关键就看伊朗的后续走向。最高领袖现在没了啊，哈梅内伊没了，但是他肯定会产生新的最高领袖，对不对？那么新的宗教领袖是继承霍梅内伊路线，就是中间道路，还是更强硬，还是就是比较亲美？现在我们不知道，对不对？如果出现一个比较亲美的最高领袖，那么就开始接受美国和以色列条件，那么我们应该讲就是美国以色列就达到目的了啊，但这个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因为就伊朗的宗教上层而言呢，大部分还是比较强硬的，所以大概率
还是出现一个哈梅内伊啊比较中意的这个人，所以也就是继承他路线的人嘛，就中间路线，愿意跟美国谈，但是不愿意完全接受美国的这个立场啊，或者美国的要求。那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游戏就会继续下去，对不对？继续下去，其实美国就很不利了。其实美国是希望速战速决的，他不愿意拖啊，拖上1个月，我估计很多问题都出来了，对吧？那首先军事就有问题啊，弹药没有了，是不是？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那个弹药也就是4个礼拜就没了，就打没了，对不对？那个，他后续那个就乏力了，对吧？那个，另外呢，那个还有风险呢，如果伊朗打击增加效果啊，那么它出现比较大规模的伤亡。特别是飞机如果被打下来，然后飞行员又被抓着了，对吧？伊朗人拉着美国飞行员在德黑兰乱转，那个美国颜面尽失啊，对不对？这个所以后续其实是很有的看头的啊，主要是看伊朗内部的情况。我们知道伊朗内部挺分裂的，有非常强大的亲美亲西方势力，但也有非常强大的反美反西方势力。我们不知道打掉了哈梅内伊继任者是什么人？如果继任者基本上不改变他的路线，或者继任者更强硬，那后面这个游戏就有的看了，对吧？那个因为什么呢？就是伊朗很大，是吧？164万平方公里，人口9100万，那个然后地形呢，山区很多啊，很难去直接占领的，是吧？除非直接占领，然后扶植一个亲美政权，那么他战略目标就彻底达到。但是另外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继承哈梅内路线的这个可能性最大，还有更强硬，这个可能性也有啊，是吧？如果是后面2种情况呢，这个战事就旷日持久了。旷日持久以后，应该讲啊，这个特朗普当局后面的日子会非常非常难过的。是，所以这个到底整个中东局势会怎么样？其实大家都持续观察，但是大家都觉得很有可能这场战事呢，应该会拖延非常的时间哦。那倩姐，我想请教您哦，就是其实，在战争发动之前，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之前呢，其实他们正在跟伊朗在进行谈判。那其实呢，在谈判过程当中，一开始释出来的讯号呢，其实都还蛮正向，感觉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好像已经有初步的结果了。所以他们其实，在还没有谈判结束之前，美国就已经选择要对伊朗去发动攻击。那从整个大国的战略博弈的角度来看的话，川普的这个动作，您认为他是出于战术的判断吗？还是他是有一个非常深层的一个战略布局？那美国是不是企图在整个中东来重新建立他的这个威慑啦，并且呢对中国大陆啊和俄罗斯啊去释放讯息呢？当然我多次在不同地方讲过，我认为这是在1996年 Clean Break 计划以后长达30年的战略布局。对于伊朗的作为呢，在美国来说呢，至少有3次都是谈判到了一定之后呢，就要让谈判破裂。因为无论是在原来的伊朗核协定，或者是在去年6月的战争和今年发动的战争，都是伊朗一直表达他愿意在美国不可以用核武来增加伊朗的军事实力的这种前提之下呢，做了各种各样的谈判。而且在最早的那个 JCPOA 啊，就是2015年奥巴马都已经谈完了以后，川普一上任就直接把它取消。也就是说，根据这30年的长期的 A Clean Break 计划，1996年纳坦雅胡就开始执行的是要让周边绝对没有敌对的政权，绝对不可能用土地换和平，也就是没有2国方案，巴勒斯坦人永远不能建国。第3个呢，是要绝对用主动的军事来重塑区域的格局。那这一个计划为什么说它是长达30年而不是临时起意？因为如果你仔细看，除了911美国受到攻击之后的一个反击以外呢，2003年打了伊拉克，06年呢介入了以色列跟黎巴嫩的战争，11年呢在叙利亚的内战中间扮演了一定的角色，16年的时候刚刚讲了退出伊朗核协定，接着呢就是在川普上任之后斩首了苏雷曼尼，在加萨战争的时候直接支持以色列，那这次呢又联合起来用
coordinate 是联合并且共同协作的方式去打击伊朗。因此，它不是美国所称的 peace through strength， 就是极限施压。事实上呢，就是极限的颠覆，无论是用内部或外部的方式，要去改变它的政权更迭。政权更迭是特朗普在第一天晚上所说的8分钟里面最后的一个呼吁，希望在伊朗的内部的力量能够起来反抗。可是，在过了几天之后呢，他们已经改口了，就像刚才金老师讲的。完全改成了收束他的战略目标，现在讲的是要摧毁他的导弹能力，要摧毁他的海军能力，也就是不可能让他去封锁荷姆斯海峡，要摧毁他未来的核武器的可能的能力，以及呢，要摧毁他向全世界输出恐怖的能力。这样一个比较收束的战略目标，应该就是在看到伊朗在第1集之后，立刻几十分钟就做了一个回应。同时到现在为止已经发动了11轮的攻击，这11轮的攻击看起来是散弹打鸟，但是它其实除了一部分的民间的目标，譬如说在杜拜的机场以外，其他的是美国在周边的所有的军事基地，至少已经有27个。最近呢，又对于美国在整区域中间，应该是武力最强最安全的沙烏地阿拉伯的大使馆做了无人机的攻击。也就是说，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绝对的方式呢，已经对了伊朗的1200多个军事目标进行了攻击，就是到我们录影的此刻是1200个，马上就要进行下一轮，据说是数倍于原来的1200个。你这样狂轰滥炸之后，至少在第1集伊朗能够展现的呢，仍旧是长程的导弹能力，长程的无人机能力，并且它展现的是你并没有摧毁它所有的可以发射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今天美国当然一厢情愿的认为它再用更强力的狂轰滥炸能够完全的处理掉伊朗的军事实力，但是事实上呢，战争一旦开始，它的进程都在两边的手中。是，那倩姐，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您认为这个美国呢，它这一个举动，它目的是要在中东去重新建立这个绝对威慑，为全球的战略再平衡来做铺路吗？主要还是在中东无限制的支持以色列，也就是纳坦雅胡在最近一次去跟特朗普去见面的时候呢，事实上就已经确定了他们这一轮在他们所说的就是47年以来最好的一个时机，伊朗最弱的时机，在他们来说，2020年击杀了苏雷曼尼，去年又击杀了新的领导层以后，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机会，这是纳坦雅胡的梦想时机，不应该是美国的梦想时机。但是美国无限制的去支持纳坦雅胡政权，因此他们这一次是前所未有的是共同且协作，它是 joint and coordinated， 是2个国家共同对第3个国家发动我们在2次世界大战之后从来没有见过的主动攻势。它并不是因为受到攻击，也没有什么这个预防性攻击的正当性，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很多的红线。第一个呢是突破了你不可以用政权更迭作为正当性的红线，更重要的是突破了斩首另外国家的元首以及就是最高领袖以及他大量的军事占领的这条红线，2条没有见过的红线都已经被打破，只能够解释美国对于以色列的支持是没有底线、没有上限、没有边界。